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连跌带滚很冤枉，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这是我吗？多久没这样穿了？10年了，我竟然把自己困在这个笼子整整10年，每天在笼子里来回奔跑，没有梦，没有方向，以为这就是我的宿命了，再也走不出去。今天竟然出笼了，我还能适应这个社会吗？我还有市场吗？还是我已经 out 了，残旧了？喂，没事吧？放开我，我还最生你的气。子佳姐，你鞋跟好像要断了，还可以走吗？不如我送您一程吧。不需要。其实去面试不一定要穿高跟鞋的。你又知道我去应征？苏珊娜已经公告天下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要去应征。哎呀，苏珊娜，你真的可以走吗？不要硬撑。你干嘛一直跟着我？我没有跟着你啊，我也是走这条路。对了，你去哪一间公司应征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想帮帮你啊。应征前最好是了解一下公司的背景，比如公司的运作、规模，甚至是公司的展望，这些最好知道一些些。面试官最喜欢有做功课的员工了。现在说有什么用啊？太迟了。有用？什么公司？我帮你查一下。翠玉玲珑餐饮集团。翠玉玲珑餐饮，有了。翠玉玲珑餐饮集团拥有5间连锁店，主打精品粤菜，在传统的广东口味融入新的食材和调味。招牌菜呢是东江盐焗鸡、光式古法脆皮烧肉。哇，肚子饿了。我的车要到了。你不用赶了，你会迟到的。乌鸦嘴！我已经算过了，我搭这趟车的话呢，我还会早到5分钟的。东西线列车发生故障，服务会延误45分钟啊！真的假的？早不坏晚不坏，偏偏今天这个时候坏。繁忙时段很难搭到德士，你如果不想迟到的话，就跟我的车吧。面试的时候，自我介绍最重要。首先，你要先说说自己的优点、特点，然后说为什么你适合这间公司，再说说为什么你适合这个职位。我不会推销自己，也不想欺骗别人。泽佳大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哎，什么大姐啊？我没大你多少哎。那小姐，我们现在专注在面试。面试呢，最重要是让对方留下好印象，
天下的老板都是一样的，喜欢听中听的话。说再多中听的话也没有用，公司要的是学历还有经验，这2样我都没有。我这次去只是碰碰运气。那不一定啊，请员工不只是看学历、看能力，最重要是找 fit， 请对了人就事半功倍，所以不要低估自己啊。喂，老总。远航，下个星期你去台北一趟，新加坡艺术团会在那里进行观摩，你去做个采访。去台北啊？是，台北，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。老总啊，你也知道我不出国的，能不能派另一个人去啊？可以啊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喽。哇，你的老总很酷哎！他哭，我老妈可要哭了。怎么办？我怎么跟老妈说啊？哎呀，你就跟他说，坐车比坐飞机的风险高，全世界无时无刻都有车祸发生。不过飞机失事呢，几天都没有一次，所以坐飞机比坐汽车安全。他会听就好了。不然你就跟他说你要去JB几天咯。你也知道我不会讲骗话的。哈，你不会讲骗话？哇，不知道是谁骗了我2000块，不眨眼还不会讲骗话。又来，我现在不是在补偿你了吗？哇，你不要以为你载我1程就可以抵消你欠我的。其实我不想骗你那2000块的，我是财迷心窍。好，有自知之明，还有得救。好吧，就看在你安排那3个女孩子来我们的照相馆签配套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一点点呢。你知道是我安排的？不要以为这样就一笔勾销哦！你害我一家人饱受的焦虑和恐惧，还害我被我爸骂了整整1个晚上，这不是2000块可以弥补的。我知道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愿意为你提供10项免费的服务。第1项呢，就是帮你买新鞋，我看你鞋跟快断了。喂，你咒我啊？我还要去面试的。All the best， 加油！我会在这里等你的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，我叫潘泽佳。好，请坐一下。谢谢。潘泽佳啊，跟我到会议室。哦。哎。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乌鸦嘴真的被他说中了。中间的位置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鞋跟刚刚断了。请坐。说一说，为什么要申请这份工作？哦，因为贵公司是个大集团，在各方面都很专业。如果我可以在这里工作，我想一定会很有前途。10年前你曾经在餐饮业工作过，为什么当年要辞职？你是我一手栽培出来的，我看好你，信任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背叛公司，偷公司的钱，没得商量，我决定报警。潘小姐，因为我爸需要我帮他管理照相馆，所以我就回去帮他。不过现在我的外甥接手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出来找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。
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生意越做越大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买这辆车给我是对的嘞。自从有了这辆车之后，我生意地盘越扩越大，粉丝也越来越多。我骑着它，整天会有人上来跟我拍照的嘞。安全第一啊！你不要被粉丝影响了你的注意力。现在很多艺术都发生意外，知道吗？放心，我的驾驶技术好的不得了。你买什么啊？我的朋友的鞋跟断了。鞋跟断了。女朋友啊？不是啦，是男的啊。男的鞋跟怎么会断？耳朵都红了，不要骗我啦！是不是有女朋友？不是啦，不是啦。哎呀，你不要乱猜啦，我赶时间啊，我先走了。走得那么快啊，还会害羞，肯定是有了。潘小姐，基本上你符合我们的要求，不过在做最后决定之前，我们的 VP 想见见你。好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有事耽搁了。这个是他资料，还有刚刚的记录。潘小姐你好，我是 Jax， 翠玉玲珑餐饮集团运作部的 VP。相信你也到过我们翠玉玲珑吃过饭吧？我想听一听你对我们餐馆的意见。这家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谈一谈好不好？我不会耽误你太久的，10分钟。这家，请你不要跟着我。今天餐馆顾客好多，我站了一整天，真的好累啊！我好想辞职不干了。那就辞职吧，我养你。你这是求婚吗？太没有诚意了。来，我们选婚纱。别闹了！我是认真的，我们可以先选婚纱。你不是说要等经济有基础才结婚吗？我可以等的，不过不要让我等10年哦。我只给自己2年的时间，我答应你，2年后我们就结婚。这件婚纱好漂亮哦！你当新娘的那一天，我保证你的婚纱一定比这件漂亮10倍。真的？我要给你一件最漂亮的婚纱，一个最浪漫的婚礼，还有一个最温暖的家。微笑写在你的脸，你的心好远好远。喂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你鞋跟果然断了。怎么了？不成功啊？哲佳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我还有很多东西。你放开我！这个送你的。为什么要送我鞋子啊？我答应要为你提供10项免费的服务，我要遵守承诺嘛。什么是承诺呢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刚才那位男生看起来很面善，是不是以前常常送你回家的那一位啊？如果你不想说，就当做我没问过。我就是因为他，差一点死掉。子
姐，陈小姐，不能做傻事啊！下来啊，下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让我死！不能做傻事啊！放开我！你让我死！你让我死！不能想不开啊！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你不能做傻事啊！我不相信任何人啊！都是大骗子，大骗子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？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记得我爸出事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每一个苦难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功课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更坚强的人。挺住，会过去的，这也是你跟我说的。说的容易，做的难啊！可以的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，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你的方法真的很有效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自杀的念头了。情绪都需要有个出口，发泄了，心就舒坦了。原来时间是带不走过去的，我又回到了10年前那段痛不欲生的时刻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？我始终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我可以肯定，你会比10年前更坚强。你挺得住的。我自己都不肯定，你怎么那么肯定啊10年前那件事让你掉到谷底，你都已经走过来了，最坏的事都已经发生了，还会有什么更坏的事让你过不去？我以为自己完全放下了，直到看见他，才知道原来伤痛还在。我只是强逼自己忘记心里那道伤疤，然后欺骗自己复原了。美女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啦！干嘛？我的美女老妈想装修房间啊？哎，你说我把这个房间租出去好吗？好，我双手赞成啊！当了房东，你就可以退休，不用再生活那么辛苦了。我才不要退休啊！为什么？当房东坐着就有钱收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。我现在才有很多人羡慕。我天天骑着车到处跑，又有粉丝追，不知道有多威风。我每天都很有成就感，人生目标也明确了。我有很多事要做了。是啊，有梦想是好事。不过我的美女老妈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享清福啊。所以说很多事不能等，一定要尽快解决。打电话给 agent。妈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出租房间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要租给女房客，对不对？我都叫你不要再搞这种事了啦。哎呀，你不懂的啦。去。什么我不懂啊？换衣服，很快可以吃饭的啦。去。哇，好香哦！我听 agent 说啊，有很多人在我们这一带找房子嘞，我看很快就可以出租了。下个星期呢？你看哪一天？你请一天假。台北的行程已经确定，下一个星期一启程，你准备一下。一张单人床，还有一个衣橱，应该够了哦。妈，下个星期可能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你的老总不让你请假？我已经尝试推了，真的推不了。推什么？
老总他要我出国公干。你放心，只是去几天而已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出国？去哪里？需不需要坐飞机的？你不可以坐飞机的啊！我跟你说真的啊，你去跟你的老总说，不要派你去，你就说你老妈重病，你现在走不开。要我诅咒自己的妈妈生病，我做不到。美女，你放心啦，搭飞机比坐车还要安全。有专家统计过啊，如果每个人要搭飞机，他搭上3223年才会出一次空难。可是车祸就不一样了。我不管专家说什么，我问你，如果飞机从天上掉下来，有多少人是活着的？车祸就不一样，车祸不一定死人。可是飞机的安全措施是所有交通工具最好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一旦发生空难，存活的几率是多少？是零啊，零蛋啊，完蛋了！他们到底要派你去哪里？去槟城而已，1个小时行程，很快就到了。槟城还好，至少你还可以坐长途巴士去。啊？长途巴士要10个小时，公司怎么可能让我花这种时间啊？你可以请1天假，早1天过去。你去跟你的老总说，如果他不答应，让我去跟他说。不要，我自己解决。对不起，又让你难过了。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见个面好吗？怎么啦？面试又不成功啊？哎呀，没关系的啦，你这么久没有出来工作，又没有经验，找工作是难一点的。我被录取了。录取了？哎呀，那就好啊！找到工作了，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啊！干嘛你这种表情啊？我还以为你又碰钉子了。公司的副总裁是永亮。迟永亮？哎呀，那个大骗子，他还有脸见你啊？他是不是要来骗你啊？不要这么大声，不要给爸听到。失踪了10年，突然间出现，而且又当上副总裁，太不公平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加入他公司，也不要再相信他。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才怪呀！叫他还你金子，换他。哎呦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很烦。有什么好烦的？你见到他千万不要心软了，这种薄情寡义的人不值得你原谅。我没有心软，我也没有想要原谅他，我现在只想静一静 ，OK？ 所以妈，你出去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早点休息啊，我出去啊。不如这样吧，你把电话号码换掉，哎，他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换电话号码麻烦的。有什么麻烦？你又没有几个朋友，又不用通知很多人。哎呀 ，OK， 我自己会处理啊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听话，把号码换掉。OK。怎么样，成不成啊？说开那么大声，吵死人了！你耳朵有问题啊？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啊。是你耳朵有问题，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啊？我再问你，阿佳今天去应征工作怎么样了？成不成？我不知道成不成啊，不过他们叫他回来等电话。回家等电话就是没有希望了。餐饮业才多大，一定是上次那件事情，那个没有道德的经理传出去，所以阿佳的名声臭了，没有人敢用他。你的嘴巴才臭啊！人家阿佳是因为困在你的照相馆，困了10年，困到发霉，失去了市场价值。他有什么市场价值啊？店长这份工作谁都可以做，这样也好了，死心了。
不要以为走出去就有人要啊，安安分分在照相馆工作不是好了？学人家跳什么槽啊？你这个爸爸怎么当的？哪有人这样看死自己的孩子？喂，喂，挂掉了，不知道是谁，每次一接他就挂断了。应该是打错号码的吧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这个礼拜我接了好多次，每次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就马上把电话挂断。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呀，他就死定了。吃那么多西瓜，难怪你整天跑厕所拉肚子啦。喂，真的是你啊！麻烦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。我们是不能再见面的，真的很不方便。啊？这样。不过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在哪里啊 OK， 拜拜。哎，小心小心！啊，可以给我拍照吗？哦，要拍照啊？可以。一二三，来了，我们together。Cheers。OK 哈，可以哦。OK， 不谢，我累啊。OK， 拜拜啊。Morning， 啊，现在有人要来看房子啊？OK， 我现在有空，可以，我马上回家。俊生，这些钱我真的不能收的，而且你不要再打电话到我家了，我不想我家人知道。对不起啊，我是迫不得已才打去你家的，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要是我丈夫知道这件事的话，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。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你好好保重吧。阿姨，你不说的话，我怎么跟我爸交代啊？他临终时千交代万交代，要我一定要把这个交给你的，这是他的一番心意啊。你爸的心意我心领了。其实这件事已经过了这么久，我早已经忘记了。只要你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，我就很开心。虽然你不把我们当家人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你永远都是最亲的家人。如果连爸临终时的心意都不肯收的话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阿姨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样他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啊。订单放在桌子左边第二个抽屉，记得是第二个抽屉，不要弄乱我的东西啊！如果有人要冲洗照片，要记下他的名字跟联络号码，问他冲洗多大的尺寸，用什么相纸，有什么不清楚可以问你小姨。还有，哎呀，还没有讲完就挂电话。这一区靠近 MRT， 附近有的咖啡店，其实很多人抢着要的啊。喂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如果你要介绍的话，就介绍一个又漂亮又年轻又单身的女物主。你为什么介绍一个什么老母鸡过来？那你先考虑考虑，你不要的话，很多人等着要啊。林先生，哦，我们上去看看好不好？唉，不知道吃错什么鬼东西，歇了2天，歇到脚都软了。白粥可以止泻。早就该煮了。
找到工作了没有啊？是这样的啦，工作经验不足，年龄又不小了，难呐。外面很不容易啊，机会都是留给头脑机灵的人，找不到就不要勉强。你的手机响几次了？为什么不接啊？可能有人要找你去应征呢。无聊的电话。是不是有人骚扰你啊？没有。最近常常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啊，每次一接电话，对方就挂断了。是同一个人吗？不知道。要是有人骚扰你，要说出来啊，不要每次这样，非得等到事情闹大了，全家人要帮你收拾残局啊。喂。这里环境啊很好的，包你喜欢的啊。我的就在左边那间。不错不错，这里的环境真的不错。我没骗你吧？这里环境非常好。来，我带你进屋里看。好。对，你进来看看吧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来，请进。邱榴莲，我跟你说啊。现在有人来看房子，你最好不要跟我乱费啊！我也跟你说，不要把你的房间租给那个色鬼。你才是色鬼啦！我租给什么人要你管？我当然要管了。我家有年轻貌美的女儿，不像你家只有你这只老母鸡，没有危机。OK， 既然你这样说，是吗？我本来是不打算租给男人的，我现在偏偏要租给他。喂！这屋子呢，坐北朝南，没有洗澡的问题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一边的邻居好相处吗？好啊，他们都是老邻居了，就好像朋友一样咯。还有一些马来邻居啊，他们很有人情味的。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位美女在浇花，请问她也是你的邻居吗？是啊是啊，就住在隔壁吗？他们那家是开照相馆的，她是他们的小女儿，一样很好相处的。那位小女儿也是住在这里吗？是啦，她都嫁不出去。我是说她都还没有结婚吗？当然住在家里啦。我去参观一下你的房间。哦，可以啊，请便请便。啊，就是这间。我不是跟你说我要找一个美女住客吗？你怎么找一个有胡子的？大姐，现在行情很坏，你就不要这样挑剔啦。你选人，人也在选你，能找到一个租客就已经偷笑了。那他看起来非常满意，你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把他给 close 掉。OK。也好了，租给他就多一个人帮我切那个蓝西瓜。租金怎么算？1个月650。不是550吗？没有啦，你听错了啦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小数目650就650。你看，一看啊就知道林先生你是个大方的人。我看着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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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便是正，邪便是邪，若不杀你，天地不容。什么？我问你，1加1等于多少？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我要杀人！躲开了！哎，你们不要跑来，他是装的啦！哎，猪了！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臭西瓜，烂西瓜，你整天只会装疯卖傻！开门呐！哎！子佳，我不会耽误你太久的，我只是想把话说清楚，我们不要再逃避了，好不好？说完之后，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有什么话快说吧。泽佳，我还欠你一个道歉，对不起。你对我的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弥补的。我知道，全都是我的错。
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的心里好过一些。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。你是个大骗子。当年我就是太天真太傻了，我才会相信你真的会为我规划人生。就是这栋，我已经看中了8楼的一个单位，我们结婚后就住在这里。买公寓需要很多钱的，我们连付首期的钱都没有，怎么买得起啊？我听到一个很准的内幕消息，这几天有一只股一定会涨。如果我们现在买进那只股，公寓的首期就可以解决了。你要炒股票啊？不要啦，风险很高的。我都说了嘛，我有内幕消息，是稳赚的。哲嘉，这是改变我们人生的最佳时机了，你愿意支持我吗？我支持你，可是你有钱买吗？我没有，但是你有啊。我哪有啊？你老板不是出国公干1个星期吗？你就把餐馆这个星期收到的钱先借给我，我只需要3万块而已。你要我动用公款啊？3天，你给我3天的时间，我就把钱赚回来，然后还给你。你老板1个星期后才回来，所以他是不会知道的。可是这是犯法的，我不可以这么做。我们只是暂时借用，又不是卷款跑路，没事的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哲嘉，难道我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叫你去冒险吗？我又怎么舍得看你被关进监牢呢？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了就永远都错过了。可是如果你的消息是错的呢？那我这一生就完了。给我消息的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不会错的。万一真的出事了，我会再想办法把账目填回去，一定不会连累你。你要对我有信心才是。3万块全都在这里了。这笔钱足以扭转我们的人生了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不如我们就别住公寓了，我们住祖屋也可以很开心的嘛。只要我们2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我都说不用担心了，3天后我就能把这笔钱还给你。然后我们一起去付公寓的首期，之后再计划我们的婚礼。别怕，一切有我。我们一定可以住进那栋公寓，很快你就不用天天对着你老爸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我当时也是听信了朋友的话。那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，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，我没脸见你。你一句没脸见我，就可以一走了之，一走就消失了10年。现在你回来了，跟我说几句对不起，你就要我原谅你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我没有消失10年。事情发生后，我很后悔，也很自责。所以那几年，我拼了命的工作，好不容易存够了3万块还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你根本没有还我钱。你爸没告诉你吗？告诉我什么？事情发生后的第3年，我就已经把钱还给你爸了。那一年，我带着3万块去找你爸。安哥，你终于肯出现了。安哥，我今天是专程来道歉，也是来把3万块还给哲嘉的。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欺骗哲嘉。你以为还了钱，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吗？你对哲嘉的伤害是永远也不能弥补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也补偿不了。你走，我不要见到你。
哥，泽佳现在怎样了？我能不能见一见他？我警告你，你敢再来找泽佳，我就报警抓你！你滚啊！你给我滚！滚啊！怪不得你见到我的反应会那么激烈，原来你是完全不知情。我应该不顾你爸的警告，一早就来找你，让你知道我没有一走了之，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也过得很不好。一想到对你的亏欠，我就没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对你的感情始终没变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没成家，就是因为你，泽佳。我还是很爱你，真的。什么风把你又吹回来了？外面的风大雨大，不好过吧？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永亮已经还钱了？为什么你要瞒着我？为什么？你见过他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瞒着我呢？哦，原来家里那些神秘电话是他打来找你的，你偷偷跟他联系了。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，很令人讨厌，你知道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们又见面了啊？如果他不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我警告过你，不可以再跟他见面了。你怎么这么不自爱呢？你凭什么隐瞒我呢？你凭什么叫他不要来找我呢？我这样做，是怕你又傻傻的被他骗。我是为你好，不知好歹。你是为你自己好，你希望我这辈子都觉得自己亏欠你，对不对？你是欠我啊！当年如果我没有拿钱帮你擦屁股，你早就被抓去牢里蹲了。永亮已经把钱还给你了，我已经没有欠你了，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告诉我真相呢？对，他是把3万块还给我了，但是当年我多拿2万块给你老板，才说服他不报警。你没欠我吗？好，你放心，这2万块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这么自私，你为了让我觉得自己亏欠你，你就隐瞒我真相，害我觉得他那么绝情，害我伤心了这么多年。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，不管他有没有还钱，在重要关头他丢下你不管你死活自己跑了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去爱。值不值得爱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，我需要你来帮我决定吗？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爸爸，你什么就可以帮我做主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爸爸，你就可以掌控我的一生。我跟你说很多次了，我是为你好，我为你好，我为你好。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好。我真的很恨你啊！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我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我恨你！当时我不知道这些话伤透了爸的心，我永远记得他当时错愕的表情。后来听妈说，他沉默了很多天，却始终没说出我伤他的话。也许他已痛得不愿意再提起。总有一些事很烦，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连跌带滚很冤枉，
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。